观之道为使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之父，血为气之母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如果人体气血严重不足，在体内就运行不畅，达到不了它应该到达的地方，就会引起脑供血不足，血管淤堵，有斑块、垃圾毒素都集中于血管内，从而使血流量变慢，导致身体各种不适。最明显也最直接的就是心脑血管类疾病，如心梗、脑梗等。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会引起血管堵塞的几种情况。一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的，常在外面应酬，餐馆里的菜多用高油、高盐、高糖和浓油赤姜炮制出来的，导致血管里的脂肪越来越多，容易将血管堵塞。二是昼夜颠倒的作息方式导致的，熬夜时导致体内过多的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让血管收缩，血液流动缓慢，粘稠度增加，长期黑白颠倒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比正常人增加1倍。三是由于频繁吸烟导致的，吸烟是导致血管发生故障的元凶之一，哪怕你身体再好，一天2包烟也肯定会给血管流毒，让它一天天脆弱下去。熬夜时吸烟会使血管的粘稠度比正常时升高8倍以上。四是因不经常运动导致的，下肢血管也很重要，但常被大家忽视。多运动能让更多的毛细血管开放，促进血液微循环，而长期不运动，血管内的垃圾会逐渐累积，形成粥样硬化斑块这个不定时炸弹，还会影响到毛细血管供血，并且随时可能被引爆。五是由高血压、糖尿病等导致的，高血压患者发生脑梗死的几率是正常人的4到7倍，而高血糖不仅累及微血管，还会导致大血管发生病变。血糖高的人，脑卒中的发生率比正常人高2到3倍。经络作为我们体内最主要的气血运行器官，它是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中医认为，如果经络闭塞，那么气血自然就运行不畅。刚好易经洗髓宫拍打的作用就是活气血、通经络，各种拍打根据经络走向作用于外表，在外力的震动传导和渗透下，使各组织和脏器的活力被激发，促进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使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和气管组织之间的代谢过程加快，并有助于疏通新陈代谢所产生的废物及血液和组织液循环所遇到的流通障碍，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时增加骨密度的独特功效。那么我们如何练习易筋洗髓功呢？可以选择打坐，双腿动脉不过血，全身血液都集中在上半身，而此时心脏又在加大供血力量，因此五脏六腑会得到大量供血，改善脏腑机能。打坐时，脚踝压住大腿内侧大动脉，为了打通动脉，心脏会大力量泵血，因而能打通腿部血脉，对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心脏病、头痛失眠等疾病均有疗效。还可以选择站桩，通过腿部特殊受力，气血得到加快运行，体内会发热，血管得到扩张，气血极易得到快速运行。站上5分钟以上，体内还会出汗，这种从体内深处出来的汗液才能带出体内深处潜藏的垃圾物质。站的时间长了，体内经络血管会逐步畅通，从而我们会感觉到身体变得轻松舒畅。这种舒畅就是全身气血通达、经络通畅最直观的体验。除了易筋洗髓功外，还有几种方法也可以提升气血，疏通经络血管。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洗澡疏通毛孔。毛孔所在的皮肤是人体上的排毒面积最大的组织，人体通过出汗可以排出体内的多余热量和垃圾，而尤其是冬季，天气寒冷，人体少有出汗现象，所以也会导致气血不通。首先，洗热水澡时，温热的水温可以加速人体血液流动，刺激身体出汗，从而使气血畅通。
其次，热水还可以堵塞毛孔，逼出体内的病邪，从而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另外，疏通毛孔的方法还可以使用一些解表的中药材，如生姜、藿香、大葱等。这些中药材能够活血活气，让人体病邪从内而外的发出来。我们还可以通过按摩让肠道畅通。人体80%的淋巴系统在肠道部位，肠道不通畅，自然会出现疾病。其实，疏通肠道也是疏通大小便。首先，我们可以采取按摩肚子的方法。当人体代谢缓慢，肠道同样会受到影响。通过外力的刺激，可以加速肠道的蠕动，从而让人体畅通，气血活跃，疾病少发生。其次，还可以按摩腋窝。腋窝看似不起眼，其实它隐藏着9条动脉、1条静脉、12条神经、5群淋巴结。当轻轻按揉腋窝时，能使血液在心脏、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周而复始地回流通畅，调节大脑的血液流量，稳定血压。最后，疏通肠道还需要水的参与。水可以加速代谢，让气血活起来，增加小便量，排毒多少生病。而除了上述2种方法外，搓脸也能让五官七窍畅通。人体的五官七窍和人体的五脏六腑都有对应的关系，可以按摩五官七窍，也是按摩我们的五脏六腑。首先，搓脸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让脸部的气血活跃，在冬季可以美容、预感冻疮和感冒。空闲时多用双手轻轻拍打或搓揉双耳100次左右，可刺激耳朵上穴位，加速血液循环，预防血管堵塞。其次，按摩我们的五官可通气血。在道医看来，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朵，脾其华在口等等。所以，按摩我们的五官也是间接的按摩五脏六腑。我们经常会说讲气血不足容易怕冷，但是什么是气血呢？为什么要补血气呢？其实很多人之所以去补气血，是属于一种人云亦云的心理，少有了解气血不足带来的危害。那么小关带你看看气血不足会带来哪些危害。一是怕冷。常说气血不足容易怕冷，其实是因为人体的热量是靠血液的循环来输送的，气血不通则气起不到温煦和防御的作用，而血也不能滋养器官，从而出现怕冷和疾病现象。二是潮热。气血不通还会引起潮热，同时还会出现干燥、红肿、发热等现象，这是由于身体里的热量不能通过气血输送至其他部位，热量聚集而导致的。三是毒素堆积在皮肤上。气血不通会引起皮肤问题，毛孔粗大、面色苍白、痘痘、水肿、色斑等现象都容易出现。这些毒素无法被及时的运输至排毒口，自然会出现皮肤问题。四是疼痛。气血不通会引起疼痛，同时伴随着胸闷、食欲减退、腹胀、肢体麻木等现象。由于气不能推动血液运行，身体组织得不到滋养，自然容易出现病痛，而气的不运行也不能起到温煦、防御和固摄作用，疾病容易入侵。五是或胖或瘦。气血不足不仅仅会出现消瘦，也容易肥胖。一般气不足则胖，血不足则容易消瘦。气血不通，气血的瘀滞使身体的代谢下降，脂肪的分解代谢缓慢，自然出现肥胖，而脾胃失调导致血和气的不充足，自然食欲不振，身体乏力，出现消瘦。最重要的是气血不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目前，中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高达 2.9 亿，并且有上升的趋势。每年有300万人因心脑血管疾病猝死，700万人因脑血栓而瘫痪在床。因此，保护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极其重要。一旦发现以下症状，就要引起重视了：长时间出现头痛、头晕等不适，频繁出现胸闷气喘，伴随着胸痛，睡觉时不能仰卧，感到呼吸困难，头皮有发麻、发硬、发胀的不适感，手指麻木，双腿无力，并且无意识流口水，
吃饱饭后胸骨处稍有不适，不时冒冷汗，走路时间稍长或速度略快，会胸憋气喘，心跳加速。当我们想疏通经络，提升气血，改善血管淤堵情况，必须要找到最切实有效的养生方法，而关注小关就是你的最佳选择，让你遇到的所有健康疑虑再也不是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希望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喜欢小关别忘记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